我排骨精，你们家才出了个狐狸精呢！半夜三更拐我儿子出门，两个人在荒郊野地，也不知道做了多少不要脸的事。哼！你们家这个狐狸精再怎么勾引我儿子，都不可能进我们罗家大门的。我们家是有家教的，不像你这样没家教的野女孩，晚上喝得烂醉，去勾引男人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怎么可以这样侮辱人呢？罗太太，老莫的和解金就差那么一点点，我们一定可以筹起来。就请你让我们好好的工作，我们可以尽快的还你。你何必在这边闹事呢？和解？不和解啦！区区1万，我还不放在眼里呢。给我买件貂皮大衣都不够。我看你们家呀，也别卖面了，靠这个狐狸精赚得更多。罗太太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过分？过分的是你们！你这个438，我看我不打你！不要打！不要打！你不要跑！你坏！你别打了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！这个438，别打了！你别跑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管我！你们不要脸！你们管我儿子还打人！告我呀！啊？告我打你呀！我告你妨碍我做生意！哼！这件事我不会就这样算了的，我会一个一个的告，把你们都告了。我会告你们，告你们！你儿子过！好了，哎呀！有胆你就过来，老娘可不怕你，等着你。王婶，好了，别闹了，客人都吓跑了。啊。还是快点收拾收拾吧，我们赶紧做点生意。是那个臭338，他发神经吗？什么贵妇啊，根本是个泼妇嘛！像她这种女人养出来的儿子怎么会有家教啊？还不是个有钱的废物！还是不够哎！我看呐，干脆别和解了。反正老莫那个人呐，老爱吹嘘自己多行多行的，干脆就让他在牢里多待一阵子，出来以后多一件可以吹牛的事也好。哎呦，你们就差那么一点钱，怎么不早告诉我呢？要是我把钱凑齐了，不就没事了吗？啊？师姐，罗太太那个疯女人的话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她是故意来羞辱亚萍的。我们亚萍是大学生哎，怎么可能看上她那窝囊废儿子啊？亚萍，你说，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我就在房间里呀。但是我10点多的时候去过你的房间，你并不在。你去我房间里干什么呀？其实我并没有去，但是你刚刚的态度就承认了，你10点多的时候你并不在你的房间里。亚萍，你真的跟那个泼妇的儿子出去了，还喝了酒，就你跟他俩单独啊？哎呦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呢？你人长得这么漂亮，又准备当大学生了，前途似锦哎！你何苦跟这种人纠缠呢？那个女人的儿子碰不得。你别看他们家有钱啊，有这种老娘啊，有钱也是过苦日子。你是脑袋坏掉了？罗明这种人，你怎么会看得上他呢？我只是想麻烦罗明劝服他妈无条件和解，才和他约会一次的。我真的跟他没有怎么样，我实在不忍心看着大哥从早忙到晚，还要去靠卖血筹钱。卖血？怎么没有人告诉我呢？世杰，你让我帮你一点忙，有这么困难吗？为什么宁愿自己去卖血，
搞坏身体呢。我不能够再接受你的帮助了。李爸爸不希望我们来往，我不能够一直欠你的人情。我爸是我爸，我是我。你这样子拒绝我，你就是不把我当朋友。刘亚平，挂号信。啊，马上来，等一下啊。算了算了，那给你。谢谢啊。什么信啊？大学寄来的，可能是注册通知吧。台端因行为不检有违校风，本校决议不予入学。我去你们学校问问清楚。走啊！哎，我，哎呦！主任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亚萍会收到这种通知书。我们亚萍，她真的很乖巧，也很听话，她并没有什么所谓的行为不检。这方面，我们已经进行查证了。有人检举她曾经在宾果市打工，也在歌舞厅做过酒女。让背景这么复杂的女孩子待在单纯的学校里，恐怕不是很合适吧？主任，我求你告诉我好不好？是谁检举亚萍？是谁想要毁掉亚萍的前途的？很抱歉，我们不能透露检举人的姓名。主任，亚萍会去打工，那不是她的本意，她是逼不得已的。亚萍的成绩十分的优秀，难道大学这扇门，除了看成绩之外，也要看一个人的出身吗？当然不是，不过身为学生，应该以学业为重，不能被声色所诱惑。作为师长，我们有责任把关，何况这是教务会议做出的决定，我只负责通知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她们兄妹俩十分的单纯。如果需要有人作保，我愿意当他们的保证人。小姐，一个人的品格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他担保的。没错，我是去过宾果市打工，我也去过经国歌厅面试。你能承认就好。你想，大学有什么理由接受一个在声色场所工作的学生？是没有理由，但是有些话我不吐不快。好了，亚萍，哥，从前我也是一个特别幸福的女孩子，我家是在厦门开绸缎庄的，生活很富裕，也很快乐。可是事情发生了一些变故，不但我的奶奶被打死，我的爸爸妈妈也在同一天溺死，就连爸妈留下来的房子和财产也被人占据。那时候我只有5岁，旁边的这位我的大哥，他也只有13岁。
很多事情我都已经不记得了，但是我记得我有4个兄弟姐妹，我们无依无靠。就是这位只有13岁的哥哥，他承担起了一切，只要能够让我们活下去，他什么都愿意做。为了能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一些，他忍得痛，把我们送给有钱人家抚养。是因为我不听话，非得跑回来和大哥一起生活。他冒着被人找上来的危险，带着我从厦门来到了台湾。就这样，我们无依无靠的在台湾落地生根。我们住过别人的骑楼下，也捡过垃圾吃。我记得我是怎样上小学的，是哥哥天天牵着我到别人的学校课堂上，在门外听他们讲课。就这样，我们听了半个学期。有人嫌我们脏，说我们是乞丐，他们把我们赶走了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再换一家。就这样，我们一家一家的学校换。最远的一家学校，来回的路程大概要2个半小时。但是哥哥，他从来没有烦过。有时候天还没有亮，我不想起床，我想一直睡着。可是哥，他就背着我走到学校。就这样，几年下来，我没有缺过1堂课。我们去垃圾堆，捡人家丢下的文具，还有书。到了晚上，我们就借着人家的灯光。哥叫我读书，我就是这样念完了哥的私人小学。因为没有正式的学历，想上中学，大哥就到处找人打听，终于有一家学校肯给我机会，让我去参加资格鉴定考。
当时和大哥找了一份替人贴广告牌的工作，就是把小广告贴到电线杆子上。就在我准备考试的前几天晚上，突然间刮台风，树和电线杆子都被吹倒了。电线掉在地上的水坑里是会电死人的，可是哥他还是不顾危险的要去贴广告。他把一个一个的电线杆扶起来，再把广告贴到上面去。我很担心他，跑去想帮他的忙，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早一点回来。可是他却大声地对我喊，他叫我回去念书。他说我们家有一个人哭就够了，因为只有念书才能摆脱穷苦和绝望。他叫我一定要从这种苦中走出来。那时候哥还很瘦，风一吹就会往后退好几步，可是他还是出去贴广告。我看着他在雨里走2步退3步的身影，我哭个不停啊，哥！那天晚上，我一边复习，我一边哭。我发誓，我一定不会辜负哥对我的希望。我一定带着你走出这份贫苦。在我念中学的6年里，我没有打过1次工，可是他却一个人接了3份工，他几乎没有时间睡觉的，在工地打工，受了伤还是想办法去赚钱。我终于考上了大学，我想替他分担一些，于是我就去了宾果市打工。可是打不到1天，哥就跑过去把我拽回来，还把我骂得狗血淋头。后来我又去了经国歌厅面试，我承认我涉世未深，我不了解里面的复杂性，我唱不到1、2首歌，大哥来了又把我拉了出去，他还和那些纠缠我的酒客打了一架。这就是我为什么去不良场所打工的过程。如果因为这个我有损于学校的名誉，我无话可说。只是我心里觉得，我觉得我对不起我大哥。哥，哥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是我辜负了你。
让你自己那么辛苦？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给你自己那么大的压力？哥，你不是我爸爸，你只是我哥。你越是这样对我付出，我就越恨自己。如果不是我当初被人家领养非要抱回来，如果我不抱回来，你也不至于生活的这么苦。你可以为你自己着想一点吗？哥，我真的对不起你，我不是故意忤逆你，我也不想让你失望的。哥，你放心，如果这次我没有资格入学，请你相信我，我发誓，只要你再给我1年的时间，我明年一定考上另一所大学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，哥，你相信我。想不到你们兄妹有这么艰难的背景。我明白了，每个人的背后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立场。我们学校应该更深切的了解才对呀。这样吧，我会要求重开教务会。像你们这样珍惜求学机会的人，才是最有资格入学的学生。主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啊，如果教务会同意刘亚平入学，我会替他申请奖学金，减轻你们一点负担。以他的成绩，我看应该没有问题的。谢谢主任。谢谢。你怎么了？爸，我知道你对厦门人很反感，但是厦门人也有好人的。你别又想跟我提那小子的事啊！我不会答应的。还有，你别再去见他了。彩梅，你是我们林家唯一的传人，谁要是娶了你，就要继承这家鞋厂。当初啊，那个厦门人害得你妈是一尸两命啊！现在，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厦门人夺走我唯一的女儿和鞋厂。你怎么说的一副好像我在倒追他一样似的？我才没有呢！没有最好，女孩子爱惜名声。我看那小子在你面前装的一副老实样，哼，别有居心。根本就不是那样的，他没有跟我说过的事可多了呢。爸，如果你知道他的身世，你就会觉得很惭愧，觉得自己为什么不多体谅别人一点？为什么不给一个这么伟大的人一次机会呢？哼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夸张了？伟大，用得上这个字眼吗？
你听过就知道了。世杰，世杰，王婶、亚萍，世杰，我爸同意试用你，让你做晚班的仓管了。你爸不是挺顽固的吗？不是不接受师姐？因为我告诉他一个故事，他很感动，所以他就答应试用世杰3个月了。什么故事啊？我只是讲出一些事实而已啊。哎，师姐，等中午生意做完之后，我带你先到工厂去报名，然后填写资料。搬到那边去，快点！哎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，好。笨蛋！走吧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彩梅，师姐，恭喜你啊！以后晚班的仓库管理就要辛苦你了。我没做过，很多事不懂，还希望吴大哥你能抽空教我。他是人事经理，应该做的。对啊，我是人事经理，那世界报道的事就交给我来处理就好了。不过浩志，我跟他要到我爸办公室一趟。好。走。请进。爸，刘世杰来报道了。林老板，您好。彩梅对我说了你和你妹妹的故事。如果那是真的，你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。不过，你怎么从来没有告诉过彩梅那些事？这照顾自己的亲人是任何人都应该做的事情，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说的。你是对的，我相信你会认真工作。不过，我话说在前头，我绝对不同意你和彩梅有任何瓜葛，这一点请你自重，也不要再给彩梅任何希望。爸，你怎么说这种话？这就是我要你带她过来的原因。我要当着面把话说清楚。刘世杰，我一向有话直说，我听了你的事确实很佩服，所以我愿意帮你一把，让你生活稳定一些。不过仅限于此，我不会连女儿都交给你，你不能和彩梅交往，这是我唯一的要求。你能保证绝对不和彩梅有任何感情上的瓜葛吗？林老板，我承认我配不上彩梅小姐，我也从来没有妄想向过高攀。如果林老板您还不相信我，我可以肯定的回答你，我绝对不会和彩梅小姐产生感情。彩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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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
不是想缠着你呀，我是怕你出事儿。你到底怎么了？跟我说说呀，就当做是倒垃圾，把垃圾往我身上倒好了。我爸这么不给我面子，害我在世界面前一点尊严都没有，以后还让我怎么做人呢？你别难过了，老板一向是有话直说，不给人面子。但是刘世杰就这样答应老板了？他不是拿感情来交换工作的机会吧？我还以为他很有骨气，原来也是见利忘义的人啊！不是，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他只是……他只是自尊心太强了，不想被别人说他想高攀。但是当我听到他说他绝对不会跟我私下来往，我心突然好痛。我想我是真的喜欢上他了。俗话说女追男隔层纱，你要是真想接近他，我有办法帮你。真的吗？你愿意帮我的忙？采梅，你知道我一直是很喜欢你的，但是既然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我再怎么难过也只能祝你幸福。只要你开心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你说你要帮我，你怎么帮我呢？我可以做你的障眼法呀，你可以假装跟我交往。你要是去找世杰的话，你可以说是跟我一起出去；要是你想跟世杰说话，也可以跟我一起去找他，老板就不会怀疑了。要是老板感觉我们在交往的话，我就含糊其辞，帮你们掩饰，怎么样？我先进办公室。啊，这里交给我就行。师姐，没事的，采梅生气就算了，你别放在心上啊。吴经理，我把我的照片和履历都带来了，是不是要交给你？还有，仓管需要做些什么，再麻烦你吩咐我。来，我先带你参观一下厂里怎么样，然后再告诉你一些注意事项啊。走。怎么样？好，太棒了，哥！采梅姐家的鞋厂很有规模和制度，以后啊，你就有固定的薪水和津贴啦。现在开始只是试用期，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表现，回报林老板对我的信任。哎，对了，哥，我还以为采梅姐会跟你一起回来呢，晚上还准备了她爱吃的东西，准备跟她一起庆祝呢。她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啊？不知道哎，大概是采梅她有她自己的事情要做，也不能说来就来。不过我今天可是第一天上班，我可不能迟到哦。哎，你要值一夜的班呢，我看明天中午不要做生意了，你一回来就好好休息。王婶，你放心，我兼顾得来的。而且啊，面店生意最好的都在中午，我可得继续做。哥，你这样真的是太辛苦了。罗太太说她不要何解经了，那你又何必急着筹钱呢？
是啊，我得筹钱啊。因为我得筹我妹妹的嫁妆啊，傻丫头。谁让你多事了？我才不嫁呢！你不嫁？当然了。不行，你一定得嫁，我就要你嫁。你帮我拿给世杰，他应该一会儿就下班了。没问题啊，我帮你把早餐交给他。是什么呀？这么香啊！啊，是我亲手做的三明治，还有一瓶牛奶。这么丰盛，他一定很感激。那要说是你给的吗？说啊，干嘛不说？我要看他的反应。我一定会忠实转达的。谢谢啊，那我先回办公室了。谢谢。这个消防器材好像过期了，还有东后门的锁坏了没有换，另外围墙底下有个洞，可能是野狗挖的，都需要补起来。哎啊，你看，我都写在这上面了。啊，好，你看看吧。啊，哇，这么仔细啊！你是要做仓管还是要做侦探呀？啊，不是，这些消防器材呢，直接关系到放在仓库里的这些货物的安全。这锁和那个破洞呢，都会替宵小开方便之门，所以这个是我比较注意的地方。之前的仓管啊，可没你那么仔细。有你在，我放心多了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你可以去接班了，去忙吧。哎，好的。辛苦了，师姐，这是彩梅给你的早餐，她亲手给你做的三明治，你一定要吃完，别辜负了她的心意啊！这不好啊，我怎么能够接受彩梅小姐她做的早餐呢？别扭扭捏捏的了啊！彩梅让我转交，就是为了避开老板的耳目，所以啊，老板是不会知道的。你如果不接受，彩梅会很难过的。不是，就算老板不知道，我也不能够阳奉阴违。这早餐我真的不能收啊！哎，你脑子怎么这么死啊？谢谢，就请你帮我跟彩梅小姐说声对不起。我先去忙了。师姐，哎，师姐啊，你还真的不是普通的正直，你这种脾气会害死你的。这很不错，我们下次再来。亚萍，让你久等了，怎么不先点点东西喝？给您酒单。我要一杯咖啡。好的。亚萍，你喝点什么？
别客气。我不是来跟你约会的，我有话要问你，问完我就走。我知道那天我妈很冲动，你别跟她计较。我妈那个人有点躁郁症，是个病人，很不理性的。我对你们家的事情一点都不感兴趣。你答应过我，只要我和你约会，你就会劝你妈撤销起诉。你为什么没有兑现你的承诺啊？我已经跟我妈说了，可她病发作了，什么都听不进去，我也没办法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说的话都不算数了？当然不是了，我再劝劝我妈，你给我点时间，哎，喝点东西，慢慢想个理由来说服我妈。谁稀罕你的一杯汽水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以后不会再跟你见面了，省得哪天你又把我丢在荒郊野地。那天真的不是我本意，是我妈无理取闹。哎，你体谅体谅我好不好？哎，以后绝对不会发生那种事了。哼！哎，亚萍，亚萍，我告诉你，除非你遵守约定，撤销起诉，不然我们这辈子就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。少爷，你回来了。香烟，卖烟嘞！少爷，您回来了。三郎。三郎，我还没那么早来过歌厅呢。现在还没有开张，店里安静，适合两个人说话，不会被打扰。我在妄想什么？人家有钱又有地位，当然只看得上英星这么美的红歌星了。我这么寒酸，他怎么会记得我？最近少喝点酒啊，别影响嗓子。我的音色是天生的，再说了，我又不只靠唱歌走红，
观众喜欢看的是我的表演。我爸说啊，想要把你的歌舞秀节目推广到电台，他想要先用100万的资金，替你量身打造新的舞团，创造新的歌曲。不过呢，在这之前，他要先举办一场歌唱比赛，你也参加，内定你是第1名，给你打造全国性的知名度。我是金国的台柱，金老爷不捧我，他捧谁呀？哎，说的也对。不过这可是互相的，啊，你要先跟我们签约，到时候呢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爸爸绝对会竭尽全力的捧红你的。三郎，要是真的能和你成为一家人，那该有多好啊！好了，最近少喝点酒啊，别弄坏了嗓子。我们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呢。行了，快开始了，去后台准备准备。那你就在这儿好好看我的表现。哎，一会儿我下台了，我们一起去吃宵夜。去。少爷，有一位小姐还您的衣服。啊，放我车上吧。啊，好。少爷，这是这个月的账，请您过目。坐吧。浩志，今天特别请你来，就是想和你好好聊聊。你在工厂做了有6年了吧7年8个月，我高中一毕业就在这里做事了。能同一份工作干那么久没转行，很有耐力，不错。老板，您说过，滚石不升台，只有在原地深耕才能看到成绩。我想起来了，你是从最底层的作业员，一直做到了经理，很努力啊。我只是尽我的本分而已。爸，彩梅，浩志，爸，怎么临时要我做菜啊？有什么客人要来吗？你不想请浩志尝尝你的手艺吗？他，没有啊，我只是没有想到你要请的人是他啊。我也想和浩志好好聊聊，怎么样？菜做好了吗？做好了。好，浩志，边吃边聊。好。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。彩梅，哎，来了。哎，满月楼的港点还不错，我饿死了。你少吃点吧，注意点身材。你真煞风景，我不管，我就是要吃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亚萍，怎样？三郎。哦，一姐，我忽然想起来，我有件事情，马上去办。什么事啊？阿姨啊，送银杏小姐去吃个夜宵，然后把她送回家，记住了啊。是，少爷。你有什么事情那么重要？夜宵都不陪我吃吗？这件事情我现在必须去办不可。啊，下次我好好陪陪你。啊，好了，去吧。你别放我鸽子啊！亚萍小姐歌唱得好，人又长得漂亮，
很受客人的欢迎。可是，亚萍自己也没想到今天会出这种事情。当时来闹事的还有另外一个人，是盛国鞋厂的仙妮小姐。哎，那个男的呢？那个男的没问他名字，听说是亚萍的哥哥。雅琪姐，雅琪姐，大哥。是花，是他们，没错，是他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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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好了！大哥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你们了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世文啊，摄影师已经来了，快请尹奶奶过来照相啊！好嘞。好，准备了啊！1、2、3。奶奶，我是猴中之王，齐天大圣，我要上天庭偷王母娘娘的仙桃来给您吃，让您长命百岁。哎呦！别打了，快把刀剑放下！世文，你上个月玩剪刀，差点划断了脚筋，疼了快1个月了。伤口好了，你就忘了疼了。我看，我爸根本就是把你当成女婿了，啊，别到最后弄假成真了。我没想到老板的眼光这么锐利，怎么每个人的言行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啊？他就是自以为聪明，还叫我们出来散散步。算了，也好。今晚世杰在值班吧？当然了，他可认真了。我早说过嘛。彩梅小姐，吴经理，这么晚了你们还敢过来？
当然是彩梅关心你，想来看你啊。谁说我来看他的？我是来看库存的。库存一箱都没少，还有今天下午进来的一批高级皮革也都入库了。你们要不要看一看？你真以为我来看库存的？你这个呆子！我看你根本就是在跟我装傻呢。好啦，你放心，以后我来看你的时候，我会叫浩志陪着我，这样我爸就不会为难你了。怎么样？早餐吃的还习惯吗？师姐，你别再这样了，我求你别再做了，我不会收的。我已经答应过林老板，不能私下里跟你有任何的来往，就算是一把尺、一滴水、一张纸，我都不能够私下接受。请你把我当成普通朋友就好了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叫不能私下接受？你告诉我，他高高兴兴的收下，还称赞我的手艺好，原来都是骗我的。对不起啊，我是怕你难堪，怕你不开心、不高兴。其实师姐早晨说的话和她刚刚说的是一样的，我不该骗你。就只是一份早餐，为什么连我的早餐你都不肯接受？跟你当朋友真的有这么困难吗？还是你根本就讨厌我，觉得我一直缠着你，让你觉得很烦啊？不是的，彩梅小姐，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为什么一直要逼着我？你管我爸说什么？我喜欢谁是我的自由，他没有权利干涉我。你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，我真的没有值得你喜欢的地方。彩梅小姐，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对象。借口！你讲的一切都是借口。我看你根本就是为了工作，宁愿牺牲掉感情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今天就算我失掉了这份工作，我一样不会接受你的感情，我绝对不会。好，刘师姐，你说的够清楚了，我明白，原来这一切都是我自作多情，是我不要脸，可以了吧？彩梅，你怎么可以这么伤彩梅的心呢？我就劝你的。彩梅，是我配不上，对不起。亚萍，哥，这么早就起来了？我没睡，睡不着，想出来吹吹风。
有心事啊？哥，以前我们家到底有多少钱啊？我也说不上来。我只记得小时候啊，要吃什么就有什么。而且啊，佣人好几个，他们大部分人的名字我都记不得了。哎，不过我还记得，对我们恩同再造的赵妈，还有很疼我们的阿蕊姐。至于什么打杂的呀、长工啊，人数可是多到数不清。真的吗？是啊，一到中秋的时候啊，佣人挑的螃蟹个个这么大，高肥肉香。听说那一只的价钱就可以让普通人吃一桌酒席，但是我们都吃腻了。世文嘴最刁了，他只吃膏吃黄，别的什么都不吃。哼。哥，别说这些，说些穿的、用的。这个是奶奶当年送给我们的玉坠金链，够值钱了吧？那只是奶奶啊随手送给我们的小东西。当时在我们家根本不当一回事儿。那时我哪知道，这玉是上好的翠玉，手工呢也是最优秀的师傅做的。来台湾之后，我还没看到过这么好的工呢。那这么说，我以前也是千金大小姐，每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了。你啊，你是最爱漂亮的，一天都要换3套衣服。还好当时家里开绸缎行，再好的布料都有，要不然再有钱也给你穿破产了。不过，我现在只是一只穿不起新衣服的丑小鸭，不会有人愿意多看我一眼的。哎，胡说！你看你这么漂亮，这叫做粗服乱头，不掩国色，而且你还是大学生呢，哪是当年那个傻傻的小女娃可以比的？再过1、2天就要开学了，我还准备老莫打官司的费用。咱们就不要再想过去的事情了，要面对未来。哥何尝不怀念过去？何尝不希望过好日子？但是既然我们的命运是这样的，那就好好的面对它，或许会活得比一帆风顺的人生还要充实。我想13在外的雅琪、世文、世华，他们应该也是这样，他们都在努力地充实自己，为咱们将来的重逢做准备。少爷，
今天可真累了呀，而且都是生面孔，有4只手都忙不过来了。难道这里附近又开了什么新的公司啊？我看不像，那些人呐，长得都不像有正当工作的。嘿，我看人呐，从来没看错过，可准了。哥，有人东西忘记带走了。啊？那哟，来，哎，来，来，哎呦，这么一大袋也能忘记啊？那个人我真是佩服他。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别动，不是我们的东西，不要乱动。我们当然要看了。这万一要是有人回来问的话，我们要问他里边是什么东西才能还给他。哎，哇，见鬼了！哎呦，这么多钱！我的天哪！哎呦，我头都晕了！快数！多少钱啊？哎，别，先别数了。这么多钱，遗失的人肯定很担心的。咱们得想办法，赶紧还给人家。那快去警局报案吧。这问题是钱上面也没写名字，万一少了几叠，那遗失的人他要怪我们了。可是，这么多钱，我到现在手脚都发软哎！我看要不这样吧，这个钱咱先藏起来，我们写个告示牌，上面就写有人在此遗失了重要的失物，请急速到此认领，就一直挂到失主来领为止。把这么多钱藏在我们家里，这不太好吧？现在没有其他的办法了，最多这1-2天，咱们小心点。哎，趁现在没有人，快把它藏起来，快啊！来，亚萍，你的字最漂亮，这个告示你来写吧。哦，好。是你们丢了东西吧？我们丢什么东西了？胡经理，来，先起坐吧。来。不在公司叫我什么经理啊？世杰，这是我朋友陈朝宗。辛苦。你好。听说你店里生意不错，我就带朋友过来尝一尝。有什么招牌菜介绍的？啊，在我这店里啊，就牛肉面最出名了，你们尝尝看。好。来，面来了，你们尝尝看。哟，牛肉这么多呀！哎，你这油料这么足，赚什么呀？当然不是每晚都这么多牛肉了，世杰一定是多放招待我们的嘛。世杰啊，你真是太客气了。这其实我也是多放了几块肉，我只是想让客人吃好一点，客人吃得满足，我也就赚得踏实嘛。真好吃，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牛肉面了。谢谢，您太抬举我了。这样吧，你们慢慢吃，我再准备2个小菜。是啊。来，世杰，别忙了，坐下一块儿吃。世杰，陈朝宗是我的好朋友，以前常常帮我。他在贸易公司做事，美国、日本、菲律宾、香港他都熟。要什么东西啊，跟他说一声，他一定有办法帮你弄到。是吗？陈先生，所以您都是跟世界各地做生意的人往来啊？当然，咱们做这一行的，来来往往的人最多了。那我想请你帮我打听一个人，可以吗？他姓孙，叫孙毅，他是在南洋做贸易的，今年70岁。他有个儿子，大概20岁，属龙的。叫孙毅是吧？70、80岁，唯一的儿子20岁。行，这事儿我帮你打听。那就多多拜托了。这个面真不错啊，吃2碗，吃得我撑死了。
不好意思啊，让你招待了，谢谢啊。哪里啊，开餐厅不怕客人似的。你们以后常来啊。哎，走，走，谢谢啊。真是厚脸皮。吃完了至少做做样子嘛，掏个钱出来，你不收就算了。吃饱了饭还真当你免费招待。哎呀，王婶啊，朋友来当然是要请客的，难道跟朋友收钱啊？今天请一个，明天请一个，几天请过以后，你店就垮了。师姐，我看这两个年轻人啊，这眼神飘啊飘的，不太稳重哎，好像不像好人。你呀，最好小心一点，离他们远一点。哎呀，不会了，王婶，那个武经理在工厂对我很好的。是吗？哼，我看他们两个人啊，长了一副刻薄相，不太像是会善待下属的人。你想太多了，人不可貌相的。我倒相信啊，相由心生。哥，写好了。也不知道施主什么时候会来领。哎呦，我呀还真想知道这个有钱人是谁。最好呢，他是一个还没有娶老婆的汉子，要拿这些钱呢来娶老婆的。那如果这个人呢，他拿了这个钱当聘金，把我们的王婶给娶走了，那面摊就少了一个镇店之花喽。那是当然喽。事办成了。走，走。哎，师姐啊！哎，陈先生，有没有打听到那个孙先生的下落？哎呦，这个事儿我还没开始打听呢。哎，是这样的，我找你呢，是因为浩志他8点上班，我有事儿等不了那么久，所以想麻烦你帮我把这东西交给他。哦，没问题。哎，对了，这些东西啊，你千万得藏好，别被人看见了。啊、为什么？哎，过来，这是一些皮肤病的贴药和药膏，香港带回来的，很有效。浩志一家都有这毛病，他怕人知道了会笑他，所以叫我偷偷带。没问题，我一定偷偷的带给他。哎，拜托了，哎，拜托了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老板你好。你才来没多久，对仓库的每一个角落都熟悉了？这是应该的，熟悉一点，办事方便嘛。之前我听说你急需用钱，可是上班之后，并没有提出预支薪水的要求。你问题解决了？我才来公司没几天，怎么好意思预支薪水？这个就照公司的规定来办就行了。好。彩梅，你这2天
怎么总是臭着一张脸？和浩志吵架了？没有啊。对了，刘世杰的工作情况都还好吧？还好吧？我不清楚。进来。老板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只是想问你，刘世杰已经工作有一阵子了，对他的工作情况评价怎么样？他非常认真，常主动加班，还会提早到，没有人像他这么认真的。他不是需要钱吗？为什么没有预支薪水？这我就不太清楚了，可能他还有其他赚钱的渠道吧。但是他妹妹要开学了，他还要给他的朋友打官司，都需要不少钱，我很替他担心。刘世杰是在陈朝宗离职之后才来公司的吧？他认识陈朝宗吗？我记得陈经理离职一段时间以后，刘世杰才过来的。不过他们认识不认识我不清楚，我需要去问一下刘世杰吗？啊，不用了，不必专程去问他这个问题。哦，爸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哈，我只是随口问。对了，浩志，你还是自己一个人住？是的。自己一个人住吃饭不方便，以后可以常来我家一块儿吃，不必客气。今晚再过来吧，啊？谢谢老板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彩梅。爸，干嘛找他来我们家吃饭啊？你又要我下厨啊你？不认真学做菜，你将来怎么嫁得出去啊？你也不小了，该定下来了。好呢。对了，爸，下午有一批高级皮革要进厂，你记得要亲自去检查哦。哎呀，这2天啊，说丢东西的人还真不少呢，全都是假失主。哼，这年头啊，真是人心不古。哎，应该就是坐在这儿的吧？是这儿。先生，你们想吃点什么？我们是来找东西的。对。你们找什么东西？一个这么大的黑色的袋子。啊，对。那这个袋子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啊？这不方便说，反正是很贵重的东西。哎呦，你就说吧，我们店里啊，成天有人掉东西，什么雨伞啦、手帕啦、钥匙啊、公文。你要不说的话，我们怎么知道你找什么东西呢？快说吧。哎，跟你们说实话吧，这袋子里装的是钱。对，那可是我们兄弟俩辛辛苦苦攒下来挣的钱，回去准备盖房子的，现在丢了。哎呀，你们总算出现了！你们知道吧？这几天我们都不敢合眼了。快把你们钱拿回去吧！啊！哎呀，谢谢了！谢谢！哎呀，哎，数目对了，是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不客气，下次可不要再这么不小心了。这是给你们的谢礼啊！不，这我们不能收的。本来我们当这钱都不见了，现在你们把钱还给我，你们收下这些谢礼是应该的。对，哎，应该的。不，这千万不行。我们不过是帮你们保管了几天而已，我们没有道理收这么多的，请你们收回去。一定要收下，一定要收下，你们是大好人啊！哎，谢谢。好了，回来你们！这些呢，都是演艺界的知名人士。到中秋节的时候，给他们送一些名酒去，找个机会约他们来金国坐坐，认识一下迎新。
替接下来的歌唱新人选拔大赛搞好关系。是。何必要这么麻烦呢？全说好给我第1名不就是了？这实力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爸可不想捧一个昙花一现的花瓶，他要捧啊，就捧一个能够替他赚大钱的摇钱树。少爷，事情都办好了，这是剩下的。先拿到赌场去吧。哎，是，走。你让阿谦拿这么多钱干什么呀？我让他们去办圣诞老人。圣诞老人？可是圣诞节还有好几个月呢。三郎，你是要提前过圣诞节吗？如果是这样呢，你可不要忘了我的礼物哦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现在我还没想好，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。好。怎么会有人把钱放了就跑，好像钱会咬他似的？哎呀，这些钱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或者是个骗局？这就没疑问了。这个一定是财神爷上门，奖励你们啊拾金不昧。这些钱啊是你们好心有好报的钱，你们就拿去吧。刚好这个店里呀需要添些设备，再买点桌椅，这下全没问题了。对呀，哥，这就像我们中了爱国奖券一样。那我们现在想一想，计划一下这些钱应该怎么花呀？这些都是侥幸之财，我们是不能用的。不能用？那要把它埋起来啊？我们可以捐给孤儿院或者是仁爱之家。总之啊，需要用钱的地方多的是呢。那我们就拿出一点点。是啊是啊，就一点点。我们可以把店开大一点，这样赚的钱比较多嘛。你们就别动这个钱的脑筋了。我呢，就把它带去上班。明天等我下班呢，一早银行开了门，我就去问问，看看哪边需要捐款的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谁？别跑！消防队吗？我是圣国鞋厂着火了。对，快啊快啊！
怎么会失火？报告老板，是这样的，凌晨4点的时候，我起来巡视仓库，我突然看到人影，我就追了出来。突然那个人影不见了，我正要回仓库巡视损失的时候，仓库突然着火了，我就赶紧报警，还有灭火。不过幸好这火势不大，消防队赶到，火就灭了。有没有人受伤？仓库里有没有损失？没有，当时只有我一个人而已，没有任何人受伤。仓库呢，我没让任何人进去。等老板你来清点。我们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损失。走，仔细找找。老板，昨天新进的那批皮革不见了。什么？不见了？是的，什么都没少，就少了那一批皮革。